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古人看手相最主要看的就是掌纹，现在虽然增加了掌形、掌丘、指甲等，但掌纹的重要性还是不言而喻。由主线和次线组合而成的掌纹，不仅可以看性格、健康、事业等，还能预测你的吉凶。当然，手相学是必须要讲究因人而异的，一些吉祥符号的出现，虽然有好运藏于掌中，但还要看整体手相，才可预知能否将运势激发出来。下面向大家介绍一种可助你发达富贵的掌纹——雁阵纹。什么是雁阵纹？雁阵纹顾名思义，就是像大雁群飞的队列一样。秋天来了，一群大雁往南飞，一会排成人字形，一会排成一字形，所以称之为雁阵纹。古书中对雁阵纹的图解有两种，第一种就是上图左中所示，可以清楚地看到3条从生命线上向上升起的并列线纹，看起来很整齐又有气势。另外一种就是上图右中，在事业线的末端出现的人字形并列线纹，也叫雁阵纹。生有雁阵纹的人易发达富贵。乡书中说，朝牙纹类雁排行，一旦功名姓氏扬，出入皇都为将相，归来代谢虚香。也就是说，雁阵纹形状像许多大雁并列在掌中央，人生有此纹能发达富贵，必可进入朝迁辅佐君主，深爱君主器重，委以重任，名声远扬。在现代来看，如果你拥有此类手相的话，那也是不愁吃穿之相，生活富足，既能得到领导的赏识，还能获得升职加薪，委以重任，做出一番大事业。生有雁阵纹的人品格优秀。掌中生有雁阵纹的人具有清贵气质，心直仁厚，清廉善心，在古代文官的手上比较多见。雁阵纹其实表达的是一种被追随、被信任的概念，大都指代名气。出现在手掌的不同位置，也都有不同的意义或倾向的领域。比如很多优秀的作家、导师、思想家、科学家、艺术家、政治家、将军等等，但实际成功与否，并非一概而论，只是一种参考，也是古代量才而用道德品格的一种借鉴。生有雁阵纹的人要注意补钙。从手诊的角度来看，掌中出现雁阵纹与人的骨关节系统密切相关。通过无数的病例观察，在骨关节系统疾病里，这种掌纹很常见，比如颈椎病、腰椎病、关节病变，甚至于风湿类风湿等，都发现了雁阵纹的踪迹。中国人出现雁阵纹的比例非常的高，经过更深一步的研究，发现此纹的深层次内涵应该和缺钙有关。也就是说，一旦有了雁阵纹，就要考虑补钙，就要预防骨关节疾病，并不是你拥有好的掌纹就一定会怎么样，同样需要脚踏实地的努力。好的掌纹只是可能意味着你拥有某种素质或者机遇，比别人更多一点先天优势而已。现代心理学家包括医学家也已发现并证实，人的手相无时无刻都在变化，你的思想和行为无时无刻不在雕琢你的掌纹并留下痕迹。所以与其临渊羡鱼，不如退而结网，努力充实改变自己才是上策。守财印，财源不绝。手相看手上有没有很明显的双纹，文科和理科都可以，不会太偏。一是这类人思想多，把握机会能力强，正财和偏财兼备。是锦绣多，桃花多。首先，黄色竖纹是事业线，双事业线表示可以求正偏财运，大拇指腹近的财运是偏的。其次，红色横纹都是障碍纹，出现在中间有很多转弯，中年事业、财运、婚姻都会受影响。最后，紫色是财印，靠近财宫的人也佩戴偏财纹，说明后期偏财旺。小拇指下方有发财印，紫会得到丰厚的财富，可以给家人传递祝福。双事业线的人，正财运和偏财运都可以，主营业务中断较多，说明个人的正常工作不稳定，波动较大，或工作变动转行较多。偏财的事业线是直线上升的接近地面的线，偏财财运旺，股票、基金、证券、期货、保险或灰色收入。串字掌，两条智慧线。拥有两条智慧线的人，兴趣广泛，学习能力强，缺点是容易急躁和厌烦。事业线清晰，工作能力强，也有创业运。虽然我的大部分活动都是我不擅长或不感兴趣的工作，但我常常可以被放在更好的位置。感情线比较清晰，但是有干扰线，感情比较早，但是感情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。
他在36岁左右特别容易出问题，家庭的另一半也可以以事业为导向，最好照顾好自己的事业和家庭，否则他们很容易趁双方的忙碌。第三，女人富贵首相。一、感情线延伸到木星丘。有些男人有着非常丰富的情感世界，心思细腻，此种感情线的男人就是如此。如果这个人的感情线延伸到木星丘与土星丘的中间，那么他们对于爱情就会有着一份纯真，爱情中多一份纯真，也就多了一份美好。这样的爱情就是每个人喜欢的，但是所谓人心隔肚皮，纯真的男人可不好找。不过如果你发现你的他是这类感情线，那么你很幸运，这个人他拥有着纯真的爱情观。这样的人就是喜欢一些比较简单的事情的，简单的就是最好的。二、双鱼纹，这是一种比较罕见的手相纹路。双鱼纹的位置在于指拇指下方和掌心交汇处，拥有这种手相的人文采出众，学习能力和写作能力俱佳。倘若这种手相的人手掌长红润，掌纹细腻，那么这个人官运好，依靠自己的努力会踏上官职。三、宝运纹，宝运纹形状奇怪，纹理像圆圈一般，看起来也像树的年，如月运一样出现在掌中心。这种纹路叫做宝运纹，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命中非富即贵。宝运纹手相的男人做官的几率很大，富贵双全。四、三奇纹，三奇纹也称为摇钱树，这种纹路也是罕见的纹路之一。三奇纹的3条纹路名称分别是太阳线或水星线直冲无名指指根，事业线或命运线直冲中指指根，生命线上有一条纹直冲食指指根。拥有这种手相的人是大贵大富之相。这种纹路的男人在古代就是宰相命，在现代入仕途要比一般人容易。手掌掌纹呈 M 形成，事业线自手腕处开始向上延伸，一直穿过智慧线到达感情线，与手掌上其他的掌纹形成一个斜的 M 形，犹如一座金山。这种手相是最多大富豪拥有的，像李嘉诚、王健林等等富商都是 M 纹手。有此手相特征的人通常有很强的事业心，拥有远大的目标，会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付出，不达目的绝不放弃，可见其商业运和富贵运有多大。一般深长的事业线都意味着早年工作创业比较辛苦，但是只要肯努力，就一定不会差，早晚都会成为有钱人。因此这类人往往不到40岁就能够功成名就，名利双收。拥有这种手相的人感觉自己不算成功的话，表示自身还不够努力，或是努力的方向不对。只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，或者是事业的方向，他日一定能跃升到富翁的行列。第四，手相解析，手上的6种贵人纹，你有吗？一、无名指上贵人纹。无名指第一指节上靠近指节线之处，要是有一条清晰的横向短纹，即为贵人纹。无名指上有此纹路，代表脾气极好，善解人意，人缘极好，很容易得到他人的帮助，一生贵人运旺盛，走个横财大运很容易。最重要是成功在望。二、艮宫贵人线，除了手指上有贵人纹，手掌也有，并且贵人运更胜一筹。手掌上的贵人线位于艮宫，即生命线附近，呈弧形，手相此纹，大吉大利，今生贵人运真是爆棚了，遇事皆有人帮助解决，处处逢凶化吉，事业和生，活都是顺顺利利，富贵逼人来。四、幸运纹，只有一种同样贵气十足的手纹，称为幸运纹。幸运纹位于中指的指尖，为星状纹，或者大字、六字、米字纹，都称为幸运纹。手相幸运纹之人，自然运气非常好，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和幸福。此外，幸运纹也有很强的贵人运，遇难成祥，化险为夷。五、钱财纹，有不少的朋友对于钱财都是比较在意的，一直都想要知道哪种掌纹会比较有钱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手掌上面的纹路，除了感情线、智慧线、生命线之外，还有财运线。财运线是位于我们无名指还有小拇指的下面。如果一个人手掌上的财运线比较多、比较杂的话，就意味着这个人的财运特别的好，来钱的渠道特别的多，还会经常受到贵人的帮助。六、福眼，除了上面那几种掌纹之外，福眼这种掌纹也是属于一种比较好寓意掌纹。上面那些掌纹都是一些寓意比较富贵的掌纹，
而福眼这种掌纹是寓意比较聪明的一种掌纹，从以前到现在就有很多人说过有福眼的人是特别聪明的，哪怕不是一个大文人，也是一个很有文化的才子或者是佳人。主要还是因为拥有福眼的人不仅仅特别的聪明，还有着很强的自控能力和管理能力。哪怕现在还是平平凡凡的普通人，但是只要努力，就一定会有所作为，有一番大成就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